穿越斗罗，别人穿越靠武魂，我靠科学。我死了，准确的说，我以为我死了。上一秒我还在实验室里调试量子计算机，下一秒整栋大楼就被一道诡异的紫色闪电劈中，我的视野瞬间被数据流淹没，耳边响起冰冷的机械音：警告，检测到异常时空波动，量子纠缠太紊乱，正在尝试重组物质结构。然后我就站在了一片陌生的森林里，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冠洒下斑驳的光影，空气中飘荡着草木的清香以及某种野兽的腥臭味。这地方不对劲，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白大褂还在，但口袋里多了一块陌生的金属吊坠，上面刻满了晦涩的符文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灌木丛剧烈晃动，一头通体银白的巨狼缓缓走出，金色的瞳孔死死锁定我，他的头顶悬浮着一圈淡紫色的光环。魂环！我瞬间反应过来，我穿越了，而且是斗罗大陆。但问题是，我的武魂呢？按照剧情，穿越者不都应该觉醒个逆天武魂，然后吊打唐三角踢武魂殿吗？可我现在连根毛都没有。巨狼低吼一声，猛地扑来，我下意识抬手，突然胸前的吊坠爆发出刺目的蓝光，检测到危险，启动量子演算模式。刹那间，我的视野变了，巨狼的动作被分解成无数数据帧，肌肉收缩，魂力流动，攻击轨迹全部以数学模型的形式呈现在我眼前。左前腿有旧伤，魂力运转迟滞 0.3 秒。我本能的侧身，巨狼的利爪擦着我的衣角划过，他似乎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我能躲开。而我更震惊，我刚刚是用数学算出了他的破绽。分析完毕，目标疾风魔狼423年，弱点腰椎第3节，魂力节点偏移 12%。这吊坠是台量子计算机。还没等我消化这个信息，魔狼已经再次扑来。不管了，赌一把。我抓起地上一根树枝，按照吊坠计算的轨迹猛地刺向他的腰椎。咔嚓，树枝精准命中节点，魔狼哀嚎一声，魂力瞬间紊乱，重重摔在地上。我喘着粗气，看着他头顶的魂环缓缓升起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别人穿越靠武魂，我靠科学。我盯着地上缓缓旋转的紫色魂环，脑子还在消化刚才发生的一切。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科研狗，用一根树枝干翻了一头百年魂兽。这要是放在原来的世界，足够写诗篇，论量子计算在野生动物驯化中的应用。所以，我现在该吸收这个魂环吗？我蹲下来，谨慎地观察着那个漂浮的光圈。按照原著设定，魂师需要魂环才能晋级，但我连武魂都没有，吸了会不会原地爆炸？胸前的量子吊坠突然微微发热，一道光幕投射在视网膜上，检测到能量聚合体结构分析，魂力场束缚态，稳定性 87%， 建议可尝试量子纠缠绑定。量子纠缠绑定，我嘴角抽了抽，你当这是蓝牙配对呢？不过眼下也没别的选择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伸手触碰魂环，刹那间，无数数据流如同洪水般涌入大脑，我的视野被拆解成无数像素，魂环的能量结构在量子层面完全展开，每一丝魂力流动都变成了可编辑的代码，正在重构能量模型。警告，检测到宿主无武魂载体，启用备用方案量子投影模拟。等等，什么叫模拟？剧痛从每个神经末梢炸开，我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扔进了大型强子对撞机。等视野重新清晰时，右手掌心浮现出一个湛蓝色的光球，内部有无数0合1的数据串流在跳动。光幕上跳出提示：临时武魂生成完毕，名称量子演算核心，模拟态魂技暂无，需录入战斗数据。我盯着这个像是科幻片里跑出来的玩意儿，一时无语。别人的武魂不是兽就是气，我倒好，直接整出个人工智能。远处的森林突然传来此起彼伏的狼嚎，量子吊坠立刻弹出警告，检测到群体生物信号数量17，建议立即战略撤退。跑！我抓起背包就往反方向冲，刚跑出几步，吊坠突然又滴滴作响，前方300米检测到人类生命体征能量读数魂尊级。树丛哗啦一声分开，一个穿着蓝色劲装的少年踉跄冲出，他左手捂着渗血的右臂，右手握着一把漆黑的锤子，身后2黄1紫3个魂环剧烈闪烁。我的量子世界自动标记出他身上的损伤点：右肩关节错位，肋骨骨裂，左腿肌肉撕裂。当他抬头与我对视的瞬间，我看到了那双标志性的深蓝色眼睛。唐三的瞳孔猛地收缩，手中的昊天锤瞬间横在胸前。我能看到他的肌肉纤维像绷紧的弓弦，魂力在经脉中形成完美的循环。量子世界甚至自动弹出了分析结果：战斗姿态优化度 97.3%， 弱点右肩伤处导致发力偏差 12%。你是谁？他的声音像淬了冰，紫极魔瞳流转着淡淡的紫意。我举起双手示意无害。路过的刚被狼群追到这儿。唐三的目光扫过我空荡荡的身后，没有魂环，没有武魂，只有一个看起来像装饰品的金属吊坠。他的警惕性丝毫未减，普通人不可能深入星斗大森林。滴滴，量子吊坠突然发出急促警报，
检测到精神波动入侵来源眼部魂技，子极魔瞳正在生成反制程序。我眼前的画面突然分裂成2个视角，左边是正常的视觉，右边却变成了密密麻麻的代码流。唐三的子极魔瞳能量被拆解成基础算法，在量子层面完全暴露无遗。你的眼睛，我鬼使神差的开口，是通过刺激是神经末梢增强光信号捕捉，再用魂力构建3维立体模型，对吧？唐三的表情终于出现裂痕。远处狼嚎声逼近，我迅速调出吊坠扫描的地形图，东北方400米有岩洞，洞口直径能让狼群减速。唐三的昊天锤微微下垂，怎么知道我在用子极魔瞳？数学不会说谎。我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，你瞳孔收缩时产生的魂力波动符合2阶导数曲线。唐三犹豫了片刻，我们同时转身奔向岩洞。图中量子吊坠不断更新数据，狼群行进速度17米每秒领先个体。疾风魔狼892年建议利用岩洞共振效应。听好，我在奔跑中大喊，进洞后敲击东侧石壁，频率保持243赫兹。唐三的嘴角抽了抽，什么是赫兹？就是每秒钟。我猛地刹住，意识到这是个没有物理单位的世界。算了，跟着我的节奏敲。岩洞深处，我抓起2块碎石快速敲击。唐三的昊天锤精准的同步落下，冲击波在狭窄空间里形成驻波。当第7次敲击时，整个岩洞开始剧烈震颤，共振频率达成，洞顶的钟乳石如雨坠落，将追入的狼群阻隔在外。我们瘫坐在震动的岩壁上，唐三的昊天锤还保持着敲击姿势。这不是魂技。他盯着自己颤抖的虎口。你改变了环境的本质，只是利用了固有频率。我擦着汗解释。当外力振动频率与物体自然频率一致时，唐三突然按住我的肩膀。有人来了。粉色的身影轻盈地落在洞口，兔耳状的发饰随着动作晃动。小五指尖转着一枚柳叶刀，目光在我们之间游移。三哥，这位是。量子吊坠突然疯狂闪烁，警告，检测到异常时空波动。目标生物，人类形态，伪装度62%，真实属性10万年魂兽化形。我的冷汗瞬间浸透后背。